前一阵子呢，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鹿害，看看这些铁丝网都是当时为防它们围起来的。现在呢，已经入冬了，也没什么蔬菜了，果树的叶子也差不多都落光了，鹿也没什么可破坏的了，鹿害的问题暂时可以先告一个段落了。目前对我来说呢，最紧要的是处理另外一个祸害，跟它相比，鹿也就不算什么了。先来看一下我这闲置的鸡笼里边，因为放上了之前收获的黑麦穗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老鼠就进来了。我前几天其实已经放上一个粘鼠板，捉住了一只老鼠，但是里边还有一只。昨天我又放了一个粘鼠板进来，看看还能不能把另外一只给粘住。打开看一下，看看那只还真给粘住了。看看还真是，刚刚粘上不久。都说老鼠特别聪明，虽然有了前一只的经验教训，但是看起来还是挡不住吃的本色呀。粘鼠板上的奶酪还有坚果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。我还是能听见旁边的麦秆下边有老鼠的动静，而且刚才看到一个黑影，听声音看起来还不止还有一只，应该还有2只或者是更多。把它关上吧，看看里边，一关门就听见很明显的动静。我其实真不知道这些老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，可能就是偶尔的时候我这个门没有关严实，它就爬进来了。我这里是从菜园到户外建筑还有设施，再到车库和房顶，到处都是有老鼠活动的痕迹，特别是到了冬天，好多老鼠都跑到房顶里面了，搞得我也是特别的痛苦。睡觉的时候也有声音，就感觉空气里边都有它们的味道，真是苦不堪言啊。我自己使用的方式就只有粘鼠板，这种大号的粘鼠板。这些年确实用这种粘鼠板在车库呀、地下室粘到了不少的老鼠。那种小的粘鼠板或者是那种纸质的，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，好多时候粘到老鼠之后，老鼠会跑掉。所以要是粘老鼠的话，我还是建议用这种大号的，比较强力一点的。看这个，刚刚我去车库里边检查了一下，这只老鼠看起来已经被粘住好久了，都变成老鼠干了。我就是用这种大号粘鼠板，中间放一块奶酪，一般老鼠就会被粘上。看旁边还有一些虫子和蜘蛛，这些也能被粘上。不过这种粘鼠板呢，它不适合户外还有露天环境，比如我菜园里边的老鼠就是特别的难除。刚搬来还没种菜的时候就还好，老鼠并不多，草地嘛也没什么食物，估计它们也没什么兴趣。但是后来呢，种了菜，养了鸡，老鼠就慢慢越来越多了。因为总能找到食物来源，特别是随着我开始种小麦呀，还有黑麦、豌豆、玉米这些粮食作物之后，那老鼠就更多了。看这地方啊，这当时是我上边堆放小麦和黑麦的地方，看这种子的发芽能力多强啊！这些应该都是小麦或者是黑麦，都把旁边的草给遮盖住了。目前我也是没什么好办法，菜园里边我也就只能依赖这种比较自然的方式，靠生态平衡来控制老鼠。比如说山猫啊、狐狸、浣熊之类的都吃老鼠，菜园里边的蛇呀、鹰之类的也更是捕老鼠的能手。菜园里边的那种菜园蛇、黑鼠蛇确实是对菜园很有好处。不过你要是看到它，看着也是挺吓人的，尤其是那种黑鼠蛇能长特别大，所以在人活动多的地方，如果发现它们，我也是会给它们移走的，移到菜园的外边。也不知道它们还会不会回来，也是挺矛盾的吧。希望它帮着灭鼠，但是呢，也不希望老是能看见它们。像那些蛇呢，我一般是在菜园里边逮着它们，我就会拿那种捕蛇的夹子给它夹住，然后一直夹到这个篱笆的外边，就是远处的篱笆，看看那边就是树林了。我会把它放到外边去，有可能它还会回来，但是也有可能它就走了，离开了。浣熊是去年对我玉米啊、桃子破坏特别厉害，我是下了这种捕浣熊的笼子。所以给他们治理了一下，治理的效果虽然是挺不错的，但是毕竟老鼠少了一个天敌嘛，所以老鼠也就更猖獗了。我刚刚本来是想把这只老鼠还有粘鼠板一块都扔到垃圾桶的，但是看它周围还都挺好的，中间的奶酪也还在，我想这个还是废物再利用吧，给它重新放到这笼子里边。我给放到了另外一边，看刚才这里边老鼠那么多，估计应该还是有机会能粘上的。明天再来看看。
我也是查了一下，其实历史上人类还是做过很多灭鼠的尝试的，像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治疗人体血栓开发出来的抗凝剂就被用在灭鼠上。20世纪的60年代，日本利用超声波杀过老鼠。20世纪的70年代，人类也是用剧毒的杀虫剂 DDT 对付过老鼠。还有一些更奇葩的方式，比如企图让老鼠丧失生育能力。不过就像我们看到的，最终这些手段都没能阻挡老鼠的繁殖还有壮大，而且好像老鼠特别喜欢伴随人类一起生活，人到哪儿老鼠也就到了。人口多了呢，城市发展起来了，老鼠的数量也会跟着壮大。现在的菜园里边呀，是稍微的有点乱，到处都是树枝，还有篱笆旁边呀，树底下也都是树枝，还都没收呢。到时候得再稍微的整理整理，再把它烧一下，烧点草木灰，这边也清理一下。我怀疑这树枝下边呀就有兔子、老鼠，或者是有蛇藏着。反正天气暖和的时候都看见过，现在天冷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搬走了。刚刚又是想起了一个故事，1788年的时候，欧洲的第一舰队第一次抵达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的时候，野生家鼠跟着舰队一起就到了澳洲的新大陆，然后就迅速的适应了澳洲的环境，就扎根繁殖发展壮大起来了。我查了一些资料，好像澳洲已经对老鼠的围追堵截已经有200多年了，但是这么长时间老鼠一直都是保持超高的活力，然后经久不衰。你看我这鸡窝旁边呀，每次给它们添食儿，这鸡互相争抢的时候就会散落在外边好多，这些就特别容易把老鼠招来，因为有食物来源嘛，而且是这种小麦呀、玉米什么的，老鼠特别喜欢的东西。还有这大棚里边，一到冬天，老鼠也爱躲到里边，在里边打洞。虽然各种事实都在说老鼠是很难消灭的，但是说我们呢，或者说我自己吧，不可能不去消灭老鼠的，因为危害实在是太大了。其实灭老鼠的方法呢也是挺多的，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能选择的却并不是太多。刚才我说我一直在用大号的粘鼠板的方法，这些对除掉车库啊、地下室呀，还有室内的老鼠是非常有效的。不过它毕竟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嘛，需要长年累月的使用，而且即便是这样呢，也只能控制老鼠的数量，根本没法做到根除。很多人可能也会选用那种老鼠夹子，其实各种老鼠夹子和粘鼠板是类似的原理，都是那种陷阱类的，只是老鼠夹子确实是有点血腥，也容易误伤其他小动物，所以我一直也没太想用。刚刚看这鸡窝底下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打过洞的痕迹，看这规模不像是老鼠，可能是其他东西，有可能想进去偷鸡的。其实还有一个更有效的方式，就是老鼠药。不过室内的环境不太适合使用。你说那老鼠要是死在屋里边呀，或者是房顶里边又没找到，那还是很麻烦的。我也咨询过，一般农场呢都会用鼠药，我也听搞农场的人说还是挺有效的。这也是少有的低价高效的能实实在在控制住鼠害的东西。不过我是不想在菜园里边使用，因为担心会伤到邻居家的猫，也怕菜园里边那些山猫啊、野猫呀误食到那种吃过老鼠药的老鼠中毒。还有一些鸟类也是，万一它们要吃到了老鼠药也会中毒的。我其实小时候啊养过很多只猫，就有一些就是因为别人家吃了老鼠药的老鼠，结果死掉了。还记得当时用偏方救活过一只小猫的经历，那时候发现小猫中毒可伤心了。听人说有偏方，就每天把那种仙人掌的叶片给捣碎，然后喂给小猫吃。后来居然真的是奇迹般的好过来了。不过就只有那一次成功的经历，到现在了，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。所以我应该不会在菜园里边用老鼠药的，那是有心理阴影的。还有一种就是超声波的驱避器，让老鼠远离房子，它适合在室内的环境或者是房子周围使用。很多人说有效，我没尝试过，就是因为当初选择了这种防鹿或者是防其他野生动物的驱避器，像这样的这种就算是交了智商税了吧。虽然经常都会有人说是有效果的，但是我真是不觉得会长久的有效。估计就像这种动物驱避器一样，对某些动物它可能有比较短暂的效果，然后很快就没用了。
你说老鼠那么聪明，我觉得肯定是防不住的，而且我查了一下，也很难找到适合放在房顶里面的。另外就是有隔挡的话，那超声波的效果就更是大打折扣了。大家如果使用过超声波的，确实有效的防住了老鼠，也请留言分享一下，我可能也试试吧。特别是如果有那种适合放在房顶里面的，那就更好了。还有一种说法呀，我觉得肯定也是很有帮助的，就是保持整个环境的整洁，不给老鼠获得食物的来源。你像菜园里边呢，我可能明年考虑考虑，是不是再种那些谷物了。如果种的话，可能也是及时的把它收掉吧，不让它长到有颗粒的这种干的谷物收获了。还有就是车库和地下室堆的东西也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也得抽时间好好的给它清理一下。这也是后边我想的，就是利用假期的时间，把车库啊、地下室呀、房间呀都给它彻底的清理一遍，处理掉没什么用的杂物，把食物呢也都给它密封起来，应该是会有点效果的。你看我之前做装饰用的，放在车库门口的这些紫色的玉米，现在上面玉米粒儿基本上都快咬光了，这都是老鼠给吃的。以后也不能把这些放在车库门口了，还是会招好多的老鼠过来的。我在油管上呢还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灭鼠方法，比如说是用弹弓灭鼠，用弹弓帮助仓库啊或者是餐馆消灭老鼠，从几米到10几米或者是更远，那真是一发命中。这个是专业技巧，学不来就只能当娱乐节目看一看了。看看我也是在菜园的这些网上挂了点矿泉水瓶子，没事的时候就陪小朋友们过来练练弹弓。一是说陪他们一块玩一玩，娱乐一下；第二就是能吓唬下鹿。确实没想过能练出专业的水平，能用弹弓打老鼠。我估计啊，还会有朋友会想到养猫，就跟养狗防鹿一样。我其实也在考虑。等到有合适的时机，能照顾好它们了，应该就会养起来了。不过防鼠效果怎么样呢？确实是很难说，因为现在的猫嘛都是当宠物养的，究竟还能不能震慑住老鼠，让它们不敢靠近房子，那也得画个问号了。其实最难的吧，还是房顶里面的老鼠怎么处理。冬天暖和，老鼠就会想尽办法找到路径跑进来，跑到房顶里面生活。明年春天等暖和了再出去。房顶里面的空间呢，往往又不是特别方便进去检查还有处理，用什么办法都比较受限制。我看别人吧，在房子周围放摄像头，能监视还有记录老鼠的行踪，找到它们进入屋顶的路径。等它们出来以后呢，再把那些缝隙呀，还有小洞给堵上。我感觉这种方法可能会挺有帮助的，堵住所有路径之后，它们应该就很难进入房子了。不过得找合适的时机，等它们出去以后再堵上，估计得费上一番功夫了。后面我找机会尝试一下吧。希望哪一天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能找到一种特效的方式，轻松的把老鼠给消灭掉吧。至少能让它们远离我们生活的范围，实在是受够这些老鼠了。